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。他认为既然会有世界炮因中烟的灭世而产生，那么世界炮中的我们说不定也会记住这个承诺。而这一天的意义就在于此，跨越无尽的空间和时间，我们或许可以在冥冥之中陪伴着另一个失去了一切的对方。这没有什么遗憾的，我的老朋友。没有遗憾吗？即使我们此刻已经无法向外通讯，即便你的计划早就全然落空。计划分明与本来的我一样，知晓一切，掌控一切，却也只能像他一样，在为他人铺平道路之后就不幸消亡。你认为我应该感到不甘？至少对于人类来说，那的确是一种痛苦的体验。但博士，你知道我另有所指。是指你上一次对我进行的指责吗？把那些孩子们当做了我背叛世界的砝码。如果是指当时我说重话的原因，那么是的，融合的确是不可逆的过程，但在我的计算中，那原本要在至少40天后才会真正开始。也就是说，你通过自己的智慧，提前40天将自己的世界推向了毁灭。虽然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只剩下了你和我的世界炮，对于人类本身而言，这也是必要之举。所谓的必要之举，也包括是今天这个意图在内吗？即便那些律者要阻止圣痕计划的理由足够充分，也不必在今天就急于重返本真世界。根据我的演算，让他们在这边悄然积蓄能量，完全找回战斗状态，这同样是一种很好的策略，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方法。但不是你从一开始就用时间紧迫的暗示来诱导他们。我原以为这件事有更深一层的考量，但不是。你是不是也在感情用事？啊？过去，当我们能够自由活动的时候，每一年的今天，无论有多么重要的事，你都会弃之不顾，只身一人来到这里，却什么也不做。既然此事的优先级高于一切，我或许可以推测，在融合完成的那个瞬间，身处此时对你来说就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。但从现在的趋势来看，由于误差终究难以控制，你与我在融合真正完成之前就会彻底消失。所谓拯救更是天方夜谭。所以，虽然不知道内容究竟为何，但这对博士来说，想必是一种极其糟糕的结果。你刻意追求的时间将变得没有意义，也就是我之前说的，计划完全落空。我很欣慰，普罗米修斯。除了一些你不可能得知的细节以外，你终究靠自己的能力看破了我。不过，要想让你理解，恐怕我们也没有充分的时间了。不可能得知的细节？那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在我刚刚推测出中烟律者可能从本真世界披露出一些世界炮的时候，就第一时间和凯文分享了这一发现。当然了，那时的他其实什么也没能听懂。合理的状况，毕竟他甚至没有一个学士学位。倒也不是这个意思。
虽然那时的他对于理论可谓一窍不通，但却也因此发现了一个我不会留意的细节，并以此向我提出了一个猜想，许下了一个承诺。他说，如果在未来我们中的任何一人能够在终焉之后幸存，那么这个人就在每一年的今天，我和他相识的日子，来到这里静静地处上一天。这有什么意义吗？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。他认为既然会有世界炮因终焉的灭世而产生，那么世界炮中的我们说不定也会记住这个承诺。而这一天的意义就在于此，跨越无尽的空间和时间，我们或许可以在冥冥之中陪伴着另一个失去了一切的对方。所以，在得知了本征世界的情况后，你开始刻意控制融合到来的时间。你想让自己在消失之前，让本征世界的凯文得以见到你最后一面，即便这种事的成功率本身就近乎于零。我必须指出一点，博士，对于拥有千金一城的人来说，这根本毫无意义。如果他有相应的意愿，随时都能够主动做到这一点。他的事件蛇联系我们，让我们去充当工具的方式本身，就足以说明他对世界真相的认知水平早已不再懵懂。而你，梅博士，你仅仅因为这种不理性的承诺，就选定了今时今日最根本的决策方向。就逻辑本身来说，这甚至到了盲目的程度。原来如此，这的确应该是你的思维方式，不会指责行为的含义，而是指责行为的效率。在你看来，我本应该自始至终都贯彻绝对理性才对，是吗？的确，很多人这样形容过我们。如果普罗米修斯是世间一切知识的集成，那么梅就是神明用以处理知识的思路。但思路与知识不同，它必须具有目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希望你能以自己的力量看破并理解我。你是想说，你自始至终都是感性的，而所谓的绝对理性，只是应用在了手段上？不对。你是说，你让自己保持理性的目的，恰恰就是要为自己的感性夺取生存空间？没错，虽然烛火之蛾的人们绝不会承认，但他们之所以会义无反顾地跟随我，恰恰是因为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。而这一点，想必也是本征世界的凯文把我们当作工具，让那些孩子能够来到这里的根本原因，是他终究已经领悟到的火种计划真正的内容。火种计划？详细说来，恐怕时间并不足够。但对于那个没有计划的计划来说，真正重要的其实就只是坚定的梦想和不变的真我。凯文如此，那些孩子如此，作为影子的我如此，而你也同样如此。没关系，你不必强迫自己去接受这种哲学。不，可是
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这些？我不认为他们的想法能深入到刚才的这些层面。因为就和现在一样，倘若单纯诉诸教条，他者反而无法领会。啊，对了，再指出一个你之前的误解吧。事实上，背叛自己所在的世界，正因那是凯文必定会做的事，所以此刻的我才有同样如此的必要。我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做出了这种事，对于我们彼此的自我而言，其中的意义并非微不足道。无论如何，自从当初的我选择接受那个笨拙但诚挚的男孩以来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对他来说就从来都不公平。我要穷尽世间的真理，我要带领大家向崩坏宣战。到头来，我们属于彼此的时间可谓少而又少。既然在本真世界已经有一个我扮演了绝对理性的存在，而我也已经配合他为人类的未来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，那就也让我试着为那个孤独的男孩去做些什么吧。但他甚至无从知晓。这无所谓，普罗米修斯，人类的本质就是为了本不为我的某物而献上生命。我不理解，这样下去，哪怕没有崩坏，人类的灭绝或许也在劫难逃。不，普罗米修斯。梅博士，你……到此为止了。看来在我身上的排异反应要比你更强烈一些。那么，如果你还能延续思考，就记住我现在说的这句话吧。你认为会导致人类灭绝的劣根性，这恰恰是我相信他们能够长存不灭的关键，也是我所能留给你的唯一祝福。